10种富含油脂的野生榨油植物，比黄金还珍贵。第1名长得像石头，却能当蜡烛烧。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真正能让你抵御严寒、维持大脑运转，甚至重启工业文明的终极硬通货，根本不是碳水，而是油脂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富含油脂的野生榨油植物，来一场荒野里的榨油革命。第10名，蓖麻子，外壳带刺，长得像吸血蜱虫的蓖麻子，还有剧毒蓖麻毒素，生吃几颗就能致命。但它榨出来的油是2战时期航空发动机都在用的超级机械油。蓖麻油拥有极其恐怖的耐高低温特性，零下几10度，别的油冻成了砖块，它依然保持流畅液态。在冰天雪地的末日，它是你维持发电机运转、车辆启动的最后底牌。第9名，苍耳子，浑身是刺，死皮赖脸粘在裤腿上的苍耳子有微毒不能吃，但在末日，它是你的卫生防御系统。剥开这层刺壳，里面的种子含油量高达39%。在没有抗生素的废土世界，一点小伤口感染就能要命。苍耳油具有极强的杀菌性，将苍耳子捣碎，混合草木灰提供碱性，加水熬煮，你就能在野外亲手熬制出具有强大杀菌作用的天然肥皂，这能让你在传染病肆虐的环境下保住一条命。第8名，松明子，松树林里那些烂得只剩半截的枯树桩，90%的人会当垃圾踢开，但它却是顶级生存狂眼中的液体黄金。因为当松树受伤或死亡时，它会将全身的松枝全部疯狂地附集到根部或受伤的结节处。这块烂木头内部的油脂含量高达80%，它不仅能提供极高的热量，更可怕的是它绝对防水。哪怕在倾盆大雨的末日丛林，只要你刮下一点松明子的木屑，一个火星就能瞬间点燃熊熊大火，这就是你随身携带的固体燃料。第7名，橡果，满地像木质鹅卵石的橡果，生咬一口苦到怀疑人生。都知道它能做淀粉，但有些红橡木品种脂肪含量竟高达30%。把橡子砸碎成粉，放进锅里加大量水熬煮，橡子里的苦味单宁会溶解在水里，而金黄色的橡子油会浮在水面上，撇出表面的油，滤掉苦水，沉在底下的粉末就是无毒的优质碳水。这就是古人用的水煮吸油法，一次操作既得了主食又得了油脂，这才是顶级的生存效率。第6名，霍霍巴子，长在沙漠里，看起来像一颗颗干瘪的毫无生气的咖啡豆，这是一个颠覆生物学的奇迹。霍霍巴子榨出来的根本不是油，而是一种高纯度的液态蜡。因为是液态蜡，它永远不会氧化酸败，没有保质期。在风沙肆虐、极度干燥的末日，把它涂在皮肤上，能形成一层完美的锁水铠甲，死死锁住皮肤的最后一滴水分。涂在金属刀具上，是永远不干涸的顶级防锈油。第5名，木蜡树果实，秋冬枝头上的那些干瘪连鸟都不碰的果实，带有微毒，绝不能吃。但它果皮外却裹着厚厚的植物脂肪木蜡，丢进开水里熬煮，木蜡会融化浮起，冷却后表面就会结成一层坚硬的白色蜡块。在断电的末日，插根棉线，它就是一支无烟无味、燃烧极长的救命蜡烛。涂抹在衣物缝线上，还能实现物理防水。第4名，油茶籽，掉在地上的油茶籽像一粒粒死气沉沉的深褐色木头珠子，但砸开硬巧，种人含油量超过50%。更重要的是，茶籽油的烟点极高，可达220度以上，且不易氧化。在没有冰箱的末日，你捕获了一只野兔，肉怎么保存？把肉烤熟，浸没在冷却的茶籽油中，装罐密封。厚厚的油脂会彻底隔绝氧气和细菌，常温下能保存半年不坏。第3名，野核桃，外壳极硬，用牙咬纯属找死，但砸开后果仁含油量高达70%。在野外怎么提炼？用热榨法，先把它连壳带肉砸碎，包进布里，放在开水上蒸热，降低油脂粘度。接着用2块平整大石头像三明治一样夹住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找根粗木棍做杠杆，一端死死卡在巨石下，中段压住顶部石头。当你把全身重量狠狠压在木棍另一端时，100多斤的体重瞬间放大成几百斤的恐怖级压力。滚烫清澈的核桃油会瞬间从布缝中被死死逼出来，只需几颗就足够你在荒野炒一盘油汪汪的美味野菜。第2名，文冠果，扎根在北方贫瘠荒山的文冠果，成熟裂开后种子黑得像木炭，但敲碎硬巧，里面却是雪白的果仁。
这可是中国特有的顶级野生油料，含油量高达50%到70%。榨出的油清澈透亮，不仅可以直接安全食用，提供极高的热量，而且保质期极长。在干旱寒冷的北方，找到一棵文官果树，就等于找到了一口吃不完的油井。第1名，石栗，也叫竹果，剥开石头般的硬壳，里面的种仁含油量高达惊人的65%到70%，这意味着它大半个身体都是纯粹的油。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机器，只需将果仁微微烤热，手指随便一捏，植物油就会哗哗地流出来。你甚至不需要把它榨成油，古代人直接用竹签把果仁串起来点燃，它就能像蜡烛一样提供长时间的照明。生的石栗有微毒，但烤熟后毒性消失，可以限量食用，提供极其狂暴的热量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的生存知识库加上了一道最坚固的防线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热爱户外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